朋友们，相信很多人呢都听说过断舍离。那你知道怎样通过断舍离觉悟吗？很多人呢觉得觉悟呢玄之又玄，总感觉离自己很远。但其实觉悟根本没那么玄幻。说到底，觉悟就是懂事和明白。懂事指的是懂得事物的运转规律，明白指的是把人生这辈子活明白。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规律，商业有商业的规律，感情有感情的规律，人心有人心的规律。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是被规律引导着发展。例如一朵花，它能成功开花，是它自己努力开就能开吗？不是，是这朵花符合了规律才能开。人也是一样，你想尝试并拿到结果，是努力就可以的吗？不是，努力只是其中一个要素，更重要的是你要符合某一规律，才能自然显现结果。我们口中的高人，就是因为做人做事符合了规律，才能顺应规律的趋势，自然而然显现结果。好，回到我们的主题，如何通过断舍离走向觉悟？我把它呢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断去头脑中的杂念，看见本来面目。这个段呢尤为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好比我们讨论五毒。五毒第一毒，贪。一旦有了贪，其他的都会随之而来。而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烦恼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头脑里有太多的杂念。比如在别人眼里可能是很普通的一件事，你却翻来覆去的思考，短则10几分钟，长则几个小时，甚至1、2天。经常呢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，就觉得他是不是不喜欢自己，或者别人一会儿没回你消息，你就开始胡思乱想，越想越难受。有时候明明一天什么也没干，却总感觉自己很累。这些就是大脑里杂念太多的表现。所以脑袋停不下来就是现代人浮躁的根源。很多人脑袋一旦不想问题，心里就会觉得恐慌。究其根源呢，其实还是一种惯性。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，就是教我们用脑的教育。生活的压力更多是来自我们的贪欲和攀比。我们活下来需要的并不多，但我们想要的却很多。比如很多人觉得自己很穷，想要更多的财富金钱。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穷和觉得自己穷是两回事。真的穷是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是生存遇到挑战。而觉得自己穷呢，只是心里所产生的杂念和欲望在作祟。这些人不断地研究如何快乐，总觉得有更多的钱就好了，有更大的权力就好了，做了皇帝还想做神仙。这就是很多人产生焦虑的主要原因。本自具足的内在不去探求，反倒要向外界去索求。快乐不是别人施舍来的，是自己给自己的。人千万不要被欲望牵着鼻子走。欲望是无底的深渊，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内心无缺就是富，坚守秉性就是贵。无性自足，不假外求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该如何去断我们头脑里的杂念和欲望呢？首先，我们不要去抗拒它，因为谁都会有杂念。但是，真正让我们陷入头脑这些杂念里的，是无意识地认同它，然后把自己活成了头脑里的杂念，完全进入了头脑构建的世界里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专注力太弱，几乎没有掌管自己注意力焦点的能力，动不动就被脑子带离了当下，离开现实世界了。因为安放在此刻当下的注意力太少，投入当下的意识太少，就会很容易导致你陷入到你头脑这个强大的惯性里。
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意识的人，像个木偶一样。想转化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止和观，因为这样可以软化掉你的习气，软化掉你自动化反应的那种惯性的强度，让你在反应起来的时候呢，能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做到如如不动。你可以去了了分明的看见，但是呢又不被带走，这就说明你有定力了。然后在平时呢，你要让自己尽量的保持正念，就是要去练习在当下的真实发生中呢，投入你全部的注意力。吃饭就是吃饭，走路就是走路，睡觉就是睡觉，喝水就是喝水，刷碗就是刷碗，洗澡就是洗澡。你完成一次这样在行动中全然的正念，就能帮助你打断或者减少头脑里杂念对你的支配，让你暂时远离头脑的内耗，让你暂时从头脑的拉扯当中走出来，回到当下，回到真实的世界。就比如说，你现在正陷入在头脑的拉扯当中，如果你在书桌前就拿起你的水杯，闭上眼去全然地感受你手触摸杯子的感觉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。如果你能做到投入全部的注意力，去全然地感受你手和杯子接触的感觉，这就是一种进入到全然的正念。这种对当下投入足够意识的举动，就会把你从头脑的拉扯当中给拽回来，拽回到当下。同时呢，它也能中断你内在低频能量的那种共振，让你重新立刻回到平静。但是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，也不是我在这里讲一讲，你听了以后就开始彻底的转化了。你要一边提升自己内在的能量和维度，一边还要回到生活中去，在世上磨练，明白了吗？总之，只有摆脱了杂念和欲望，才能从无数个头脑小窝里出离，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这就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，看破我相，见到真我。这里的我相呢，就是我们对于自身存在的固化认识和对我及我的概念的执着。我们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时，并不知道自己是胖是瘦，是白是黑，这些都是后来从别人口中得知的。所以这个我的形成是受他人影响的，比如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夸赞你修养很好，素质很高，能力很强的时候，你就会按照这样的形象去维持，继续塑造这样的形象。久而久之，这个形象就成了我，我相就形成了。当我们有了我相后，就会有分别心，有了分别之心，就会升起喜恶、私心和偏见。比如这是我的东西，那个是我喜欢的，这个是我讨厌的。心中时时刻刻都会有一个我的存在，永远在想我得到了什么，永远围绕着这个我在盘算，让这个我把你内在的本质给代替，或者说遮蔽掉了。所以被困在轮回里无有出期。这也是为什么心经里说无我，就是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后天在社会习气中形成的我，它是在原生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浸染之下，才开始逐渐的生长出来的。它是在假里面生出来的，自然也是假的。可以说，这个我也是我们借假修真的内容，这个遮蔽了我们自性和佛性的我，不是真的我，它总是在低层面的内容和波长中反应。一旦你的思考中有了这个我，那大概率就是你又和低层面的内容起反应了，大概率你就不太可能触及到事物运行的真相和规律了。你要是一辈子都坚定不移地以这个我作为主体活着，对它丝毫也不质疑，谁也碰不得，自己人生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我展开，那就完了。因为这个我永远都无法带着你进入到更高级的生命层面，它会带着你一直在低层次的区间反应和纠缠，
所以你永远也解脱不了，一直在那里循环。那些一直在说我想怎么改变的人，最终往往都是以失败告终。只有放下了我以后的努力才有意义，带着一个我去努力，只会把自己推向更深的执念里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舍。这个舍呢，不是舍弃的意思，而是舍的，也就是给出去的意思。金刚经里讲无相布施。何为无相布施？就是行不执着于六尘的布施，也就是不要被眼耳鼻舌身意所干扰，对一切事物的认知产生识别，影响自己对一切事物做出善恶美丑的主观判断。仅仅从布施这个词来说，就是放空心量去帮助别人。从表面上看，是通过舍弃自身的财物和精力去恩惠别人。从修行的角度来说，就是在破除我执。不管是财布施、法布施还是无畏布施，你能给的都给出去，给到别人，让别人受益。记住，舍并不一定是舍钱财，也可以是舍快乐、舍微笑、舍善言善语等等。这些并不需要你付出太多，但做起来也很难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不断修行自己的品行，提升自己的能量。通过不断的提升，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别人，给予别人。当我们内心不执着、无挂念，不再被外界纷扰所迷惑时，清净心就会升起，起心动念皆是自性流露。第三个阶段，离开幻境，活出自在。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呢，是我们内心信念的一种投射。我们用自己的六根感官系统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种实相，同时也是一种假象。就好比放电影一样，世界就是荧幕，而我们的内心就是投影源。荧幕上的世界看似多姿多彩，其实都只是我们内心的投射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世界是我们虚构出来的。于是被世界里的很多东西牵挂，比如名利、爱情等等，执着在这上面，不愿意走出来，甚至呢产生高度的粘性，痴迷深陷其中，错误的把虚妄的相呢当成真了，死死的着在这上面，舍不得从这些相里面走出来，而且呢还在不停的追逐。追逐什么呢？追逐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鼻子闻到的，舌头尝到的，身体触到的，意念观察分别到的，执着在这些眼耳鼻舌身意分别出来的色声香味触法上，至死都会相信这些才是真的，从来没想过能让眼睛看的是谁，能让耳朵听的是谁，能让鼻子闻的是谁。所以绝大部分人呢都会认为外在的一切都是真实不虚的，我们着在上面自以为是，不知道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世界呢，原本就是一个虚拟游戏。因为太真实了，我们死活不肯相信，也不肯承认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。所以呢，在自己亲手打造的梦境里折腾来折腾去，永远脱离不了烦恼。举个例子，假如你在路上不小心被树枝划伤了，是不是被划伤的位置很疼？但是有个不疼的东西就在那，就是那个知道疼的东西从来不疼，而知道这个东西呢被你彻底的给忘了。就像你躺在床上睡觉做梦一样，你在梦里经历悲欢离合，被梦境折磨得遍体鳞伤，痛苦流涕的时候呢，你只会在不停地分辨梦中让自己痛苦的那些人和事，对不对？并且呢，执着在这些事上，忘记了躺在床上的那个真正的自己是毫发无损的，是不疼不痒的。说是忘记呢，其实是被梦中那些极其逼真的相给蒙蔽了。在梦里呢，我们被人追赶，我们跟人吵架，我们被人陷害，
甚至梦到我们的亲人朋友去世，我们太伤心、太难过、太无助了，因为太真实了，所以我们着在梦里的那些相上面，甘愿去伤心，甘愿去痛苦。那假如你知道自己在做梦，你还会执着在梦里的那些经历吗？还会那么痛苦吗？当然不会。为什么身边已经从梦里醒过来的人，那些已经知道真相的人告诉你你在做梦，你还是不肯相信呢？就是因为太真实了。圣人们留下的无数经典呢，都在教导我们如何挣脱这个假象。《金刚经》里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如果你超越了这些外在的形和相，就能轻而易举地看到事物本质，看穿所有存在的本来面目。当我们不执着于表象的时候，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。这也叫不着相，不住相。因此，你眼里越有什么，就越看不到什么，因为你眼里有了它，说明你内心开始在乎它，而你越在乎的东西，就越看不到它的真相和本质。正道歌里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迷惑的时候，样样执着，处处计较，心全部停留在了外在的相上面。当放下执念之后，相还是原来的相，但是你的心却没有停留在原来的相上了，即是不执着于相了。活在当下又不执着于当下，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会全力以赴，以求达到极致。超出能力的事不会反复纠结，质疑自己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心静自在，超出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自身周围就会形成巨大的能量场，慢慢与天地能量同频共振，继而合二为一。这样的状态也叫做天人合一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